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的敬意和热情，向你推荐一本震撼心灵的文学巨作《死无手记》。这本书由19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，他被誉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。《死无手记》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，而是一部基于作者真实经历的纪实性作品，记录了他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4年苦役生活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对人类苦难的深刻描绘，更在于他揭示了人类在极端困境中如何寻找希望、重塑自我，甚至在绝望中找到生命的意义。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，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。这句话不仅是他个人心境的写照，更是对我们每一个在生活中挣扎求存的人的深刻启示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的人生中，是否曾经历过绝望的时刻？是否曾在黑暗中寻找光明，却感到无路可走？如果有，那么死无手记将为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力量，帮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，找到前行的勇气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。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中，他不仅要忍受严酷的体力劳动，还要面对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和绝望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人，记录他们的故事，思考人性的复杂和深邃。这些观察和思考最终成就了《死无手记》这部不朽的作品。绝望中的希望，人类精神的韧性。《死无手记》开篇便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绝望的世界——西伯利亚的监狱。在这里，囚犯们过着非人的生活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。然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这片死屋中发现了希望的火种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细腻的笔触，揭示了人类精神的韧性。他相信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人类内心深处仍然蕴藏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挫折。通过阅读《死无手记》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内心的坚韧。例如，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重大挫折，或者在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时，我们可以借鉴书中囚犯们的精神力量，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寻找新的出路。在这些被遗弃的人中，我看到了最纯粹的人性。他们虽然被社会抛弃，但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一个真实的案例是，一位名叫约翰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后，失去了双腿。他一度陷入绝望，甚至想过自杀。然而，在阅读了《死无手记》后，他被书中人物的精神力量所震撼，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他开始积极进行康复训练，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残疾人运动员。人性的复杂与深邃，多面人生的探索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不仅描绘了囚犯们的苦难，更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深邃。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，人性并非非黑即白，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。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善与恶、光明与黑暗的斗争。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类成为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生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对他人的行为感到困惑和不解。通过阅读《死无手记》，我们可以学会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他人，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让我们更加宽容和包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堂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以相处的同事。通过学习书中的思维方式，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背后的原因，从而找到更好的相处之道。例如，一位名叫玛丽的员工总是对同事们态度冷淡，经过了解才发现，他家中有一位重病的亲人需要照顾。通过理解和包容，玛丽和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。自由与囚禁，心灵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在《死无手记》中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讨了自由与囚禁的真正含义。他发现，即使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中，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心灵的自由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，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外部环境的限制，而是来自内心的选择。一个人即使身处牢笼，只要内心保持自由，便能获得真正的解放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，例如工作压力、家庭责任等。通过阅读《死无手记》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在内心中找到自由，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心灵的宁静。例如，当我们感到工作压力过大时，可以尝试通过冥想、阅读等方式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和解放。自由不在于你能去到哪里，而在于你内心的选择。一位名叫彼得的年轻人因为一场意外被囚禁在家中数年，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生活的追求，而是通过自学和写作找到了心灵的寄托。最终，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作家，出版了多部作品。
自我反省与成长，痛苦的磨砺是成长的契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强调了自我反省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痛苦和磨难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但正是这些经历提供了我们成长的契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，痛苦和磨难可以让人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，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从而实现自我成长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遭遇各种挫折和失败。通过学习书中的思维方式，我们可以将每一次挫折视为一次自我反省和成长的机会。例如，当我们遇到失败时，可以尝试从自身寻找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从而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。痛苦是通往真理的钥匙。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子在经历了一次失恋后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。然而，她并没有因此沉沦，而是通过阅读《十五手记》，学会了自我反省和成长。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，最终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《十五手记》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深邃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勇气的力量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内心的坚韧，如何理解他人，如何在痛苦中找到成长的契机。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和力量。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，无论你面临怎样的挑战，我相信十五手记都能为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力量，帮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，找到前行的勇气。最后，我想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和希望。行动起来吧，朋友们！拿起这本书，开始你的阅读之旅。相信我，这将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一次生命的升华。让我们一起在十五手记的指引下，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，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，也希望你们在阅读十五手记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深刻的启示和力量。